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频道，我是你们的中文好朋友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为什么学了好久中文，还是不能用中文思考？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？明明认识很多单词，背了不少句子，但每次想说话时，脑子里总是先想中文，再翻成汉语，结果说得慢、卡，甚至说错了。别担心，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烦恼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怎么训练大脑用中文思考。别急，这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，也不需要你是天才，只需要用对方法，坚持练习。你也可以做到像母语一样，自然地用中文表达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开始吧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会用中文思考呢？其实，用中文思考是语言学习中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你总是先用母语想一遍，再翻译成中文，那你在说话的时候就会变慢，容易卡壳，听别人说话时也反应不够快。很多学习者到了 HSK3 或 HSK4 的水平，词汇量也有了，可是说中文还是不自然。问题就是大脑还在翻译模式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走进一家商店，想问这个多少钱，但你脑子里先想的是 How much is this？ 然后要找这个是 judge， 多少钱是 dusho kian。这样一来，你开口就晚了，可能对方已经走开了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？这就是不能用中文思考的典型表现。如果你真的想把中文学好，说得流利，说得自然，那你必须让大脑习惯直接用中文想，而不是先翻译。这不只是让你说得快，更重要的是让你更接近母语者的语言习惯，也能听得懂更多生活中的真实表达。比如，有些中文句子不能逐字翻译，比如我随便看看，你翻成 I'm casually look 可以吗？听起来怪怪的吧？但如果你用中文思考，你就能理解这个表达的语气和场景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，怎么用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你的大脑其实非常强大，它是可以被训练的。如果你每天都习惯用中文描述你看到的事物，你做的动作，你的感受，比如今天我很累，我现在在吃早饭，外面下雨了。一开始可能很慢，要查词典，但你越练越快，慢慢的大脑就会自动给你中文的反应，而不是先跑去想母语。就像你走路，一开始是一步一步想的，但后来就不用想也能走。语言也是一样，所以说学会用中文思考不是高级目标，它其实是帮助你走向流利的必经之路。你不用等到 HSK6 或 HSK9 才开始练，从 HSK1 就可以训练了。哪怕你只会10个词，也可以开始想，我喜欢米饭，我去学校，我不懂。就是这么简单的句子才是开始的钥匙。不要怕说错，也不要怕想得慢。只要你开始用中文想，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切换语言频道。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中文在你脑海中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自然。这就是语言真正的魔法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学不好中文思维呢？最常见的原因其实是3个简单却很致命的习惯。第一，就是太依赖翻译。很多人从一开始学中文，就习惯每个词都要找一个母语的对应词，学我就是 I， 学你就是 you， 看到吃饭就想 have a meal， 看到走路就想 walk。 这样一来，大脑每次处理中文信息时，都会自动先切换到母语，然后再翻译成中文。长时间下来，思维变得越来越依赖母语，而不是直接理解中文的意思。
这样学语言就像是永远戴着母语眼镜看世界，结果就是越学越慢，越说越卡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很多人学词汇时只记单词，不学句子，比如学高兴，知道是 happy 就结束了。但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很高兴，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这些表达怎么说？于是你脑子里只有一个词，而不是一整套真实的使用场景。等到要用的时候，你就卡壳了，因为你没学会怎么用。学语言不是背词，而是用词。只有你学会在不同的句子、不同的场景里运用这些词，大脑才会真的掌握它们。第三个常见错误就是太害怕说错。很多学习者总是担心自己发音不标准，语法有错误，说得不好听，于是他们宁可不说、不想，也不愿意开口练习。这种完美主义其实是学习语言最大的敌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孩子学说话的时候，会因为说错了就不说了吗？不会啊，他会一直说，一直试，一直模仿，慢慢就说得好了。学中文也一样，不要等准备好了才开口，而是开口之后你才会准备好。所以要从这三个误区中跳出来，不要再依赖翻译，不要只背单词，不要怕犯错。想一想，当你听到一句中文时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词在我的语言里怎么说，还是这个意思在中文里常常怎么表达？前者是翻译思维，后者才是真正的中文思维。当你开始试着用中文直接理解事物，描述感受，表达想法，你就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。哪怕一步一步来，只要方向对，就一定能走得远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开始训练中文思维呢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不要只学单词，要学词组或句子。比如你学了吃这个词，如果你只知道吃是 eat， 那你在实际说话的时候就可能不知道怎么用。但如果你学的是吃饭，吃苹果，吃得很快，一起吃饭吧，那你就不需要每次都去翻译，而是大脑里直接有一个词块可以调出来用。这就是我们说的 chunk learning， 词块学习。它比记单词更有效，也更接近母语者的思维方式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常说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只是学我、不知道这三个词，那你还要自己拼在一起，还可能拼错。但如果你直接学我不知道这个完整的表达，你的大脑就可以像按一个按钮一样，马上说出这个句子，不需要思考语法，也不需要翻译。这就像你平时说谢谢、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是直接说出来的，不会每次都先想我现在该用什么语法，对吧？这就是词块的力量。还有一个好处是用词块来学习，不仅可以帮助你说得快，说得自然，还能帮你提高听力。因为你学的是完整的表达，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也能一下子抓住重点，而不是一个词一个词的猜。比如，我来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一起去吧。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表达。如果你已经学过、练过这些句子，当你在真实对话中听到它们时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理解，不需要翻译，也不会卡住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一个小目标，每天不要只背5个单词，而是背5个词组或者完整句子。比如，我很累，他不想去，你在干嘛？今天好热，这本书很好看。把这些句子放进大脑，反复练习，说出来，写下来，用起来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中文越来越流畅。
脑子里的翻译过程也慢慢消失了。用中文思考，其实就是从用句子思考开始的。越早开始，你的大脑越早习惯中文的表达方式，就越容易真正掌握这门语言。别小看这些简单的句子，它们就是你中文思维的第一块砖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中文环境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住在中国，也没有中国朋友，怎么创造环境？其实，环境不一定是外面的，也可以是你自己脑子里的小世界。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脑习惯中文这个语言系统，让它在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在。首先，你可以从身边的东西开始，试着在家里贴一些中文便利贴，比如冰箱上写冰箱，门上写门，镜子上写镜子。每天看到这些字，你的大脑会慢慢记住它们的中文说法。这种方法简单但非常有效，就像小孩子学习语言一样，看到什么说什么，记住什么。第二个方法是自言自语，听起来有点傻，但它对语言学习特别有帮助。你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对自己说，我现在起床了，我要去刷牙，今天要做很多事。走在路上也可以说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肚子有点饿了。前面有一家咖啡店，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查手机，查词典，然后说出来，哪怕磕磕绊绊也没关系。重点是让你开始用中文说出心里的话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用中文说自己正在做的事，你的大脑就开始试着用中文感受生活。这就是中文思维的训练过程。再来，你还可以每天安排10分钟假装对话时间。你可以设想一个场景，比如去超市买东西，在餐厅点餐，在地铁上问路，然后你自己扮演2个人物，互相说话。你好，我想买一瓶水，请问要大瓶的还是小瓶的？我要一瓶小的，谢谢。这听起来像游戏，其实是非常实用的训练。你不但在练习说中文，还在练习在脑中用中文反应，这是通往流利的关键一步。还有一个推荐的方式是录音，你可以每天对着手机录一段中文，比如今天我做了什么，我学到了哪些新单词，我为什么喜欢中文。不需要说得很长，也不需要说得完美，但要尽量自然。录完后你可以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语法错误、发音不清楚的地方，也可以存下来。几个月后再听，比较自己的进步，这会给你很大的动力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从开口困难变成了自动说中文，从要翻译一下变成了大脑直接蹦出中文句子。那时候，你的中文思维已经悄悄建立起来了。除了创造中文环境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模仿练习和自我提问来进一步训练大脑的中文反应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 shadowing， 也就是跟读模仿。这个方法已经被很多语言学习者验证过，非常有效。你可以找一段中文音频或者视频，比如 HSK、听力材料、播客、电视剧片段，然后一句一句的模仿，不是慢慢念，而是尽量跟着原音频同步说出来。模仿他们的语调、语速、断句方式，就像你是那个人一样。这个练习的重点不是发音标准，而是节奏自然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的大脑会习惯用中文的节奏思考，你说中文也会越来越像真正的中文。接着是用中文问自己问题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但它其实是培养中文思维的秘密武器。比如，你可以每天早上问自己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？我几点出门？我中午吃什么？晚上问，今天我学了什么？我有没有完成目标？
我累吗？为什么？这些问题都很简单，用的词汇也不难，但关键在于你要用中文去回答自己，可以说出来，也可以在心里默想。刚开始你可能需要查词，语法也不太对，但不要怕，你练习的不是完美的句子，而是中文的思维习惯。而且这种提问方式可以帮助你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思考。很多人学语言只是听和读，却很少自己问自己，于是大脑里始终停留在一个接受信息的状态。但当你开始用中文主动提问、主动回答，你的大脑就开始动起来，开始试图组织语言，表达观点。这个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在学中文，而是在用中文生活。你可以把这个方法变成一种小游戏，比如每天选3个问题来问自己，可以是关于今天的计划，也可以是关于情绪、天气、朋友、兴趣等等。比如，我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下雨？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每次练习不要超过10分钟，但要认真去想。你会发现自己慢慢能更快地组织句子，想到更自然的表达，甚至不需要翻译了，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自动用中文反应。这个阶段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代表你已经不再只是学习者，而是在慢慢成为一个中文使用者。这就是你和中文之间最真实、最私人的连接。除了口头练习，我们还可以用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来锻炼中文思维，那就是写思维日记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也非常有力量。每天用中文写下你的一些想法。你可以写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遇到了谁，你的心情如何，或者写下你对一件事情的小看法。比如，今天早上我起得很晚，因为昨晚睡得太迟了。我吃了面包和鸡蛋，然后去图书馆学习中文。天气很好，阳光很大，我心情不错。这样的内容虽然简单，但它帮助你把内心的想法翻译成中文句子，不只是想，而是写出来，变成真实的语言表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只写3-5句话，不需要太长，也不要太在意语法是不是完全正确。你可以先用你会的词语表达，碰到不会的词就查一下词典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写下来。有时候你可能想表达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或者经验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那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尝试用简单的句子慢慢描述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习机会，因为你正在逼自己的大脑用中文思考、表达、输出。这就是思维训练的全部核心。如果你坚持每天写，你会发现第1周你可能只能写几句话，但1个月后你会写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顺，词汇量也会自然而然增加。而且当你回头看自己以前写的日记，会非常有成就感。你会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，看到从一句我今天很累到今天工作很多，我一直坐在电脑前，感觉眼睛酸酸的。这些进步都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。写日记还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，在练语言的同时，也整理了内心。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一篇有点难，可以尝试用手机录音说出来，也是一种口语日记。比如每天晚上花5分钟，说说今天发生了什么，说一说你开心或不开心的事，也可以说说你学到了哪些新词。这些内容可以自己保存起来，定期回听，也是一种自我反馈。你不需要分享给别人，只要是你真实的声音和思考，它就有价值。慢慢的，这种用中文描述自己生活的习惯，会让你的大脑自动开始用中文组织语言。
你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场景时，也能更快反应，更自然表达。这时你会发现，原来中文不再是课本上的一门知识，而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你思想的延伸，是你自己的一种语言。那种感觉非常自由，也非常幸福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也差不多走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。现在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，我们学习了哪些训练中文思维的方法。第一，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用中文思考，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说得更快，听得更懂，表达得更自然。第二，我们认识到很多人会犯的3个错误：太依赖翻译，只背单词，不学句子，害怕犯错，不敢开口。第三，我们知道了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学习词组和句子，而不是单个词。这样，大脑才能建立起完整的语言系统，像母语一样自然。第四，我们学会了怎么在生活中创造中文环境，贴标签、自言自语、情景对话、录音练习，每一种方式都在帮助我们的大脑切换到中文频道。第五，我们学习了 shadowing 模仿法和自我提问法，用来强化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，让中文变成你大脑中的第一语言。第六，我们还介绍了写思维日记的方法，用来把思想变成文字，加深对语言的理解，同时也让你更加了解自己。你看，学会用中文思考，其实不需要等你变得很厉害以后再开始，也不是只属于那些语言天才的技能。它可以从你认识第一个汉字，说出第一句话时就开始慢慢练习。只要你愿意主动去做，哪怕每天只有几分钟，大脑就会开始建立中文的思维路径。也许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用中文流利表达复杂的观点，但你已经可以说：我喜欢中文，我今天很累，我想睡觉了，今天天气不好，我想喝咖啡。这些小句子就是你中文思维的种子，只要你每天都给它一点水，一点阳光，它就会慢慢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最后变成一棵真正属于你的中文思维树。所以，请不要担心进步太慢，不要害怕犯错，也不要等待更好的时候。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马上关掉这个视频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试着用中文问自己3个问题，或者写3句话的中文日记，或者对着镜子说一句中文。哪怕只是1分钟，也比什么都不做更有力量。语言是活的，它会在你用它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亲近你。最后，别忘了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关键词：中文思维、词块、模仿、日记、自言自语、自我提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方法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和我们一起继续用中文看世界，说世界，想世界。我们下次见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